我干的。不是你干的，谁干的？门自己开的呀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回来就这样。不是，你干了，你别不承认啊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不是我干的。那人家怎么看到你在这里啊？谁呀？他呀。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你是他马仔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阐述事实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人家也阐述事实啊，你就在这里啊。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听说王老师把咱们出示的试卷还有答案锁讲台柜子里，今天中午有人把锁给撬了。不是有人，就是段启言。对，就他干的。他呢，在大家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自己来这里把锁撬开的。你说你不是为了偷答案是吧？那中午12点半，大家都去吃饭了，你怎么自己来这里啊？你有这么忙吗？我是带了 U 盘，为了把老师的 PPT 拷贝回家。那电脑在抽屉里还连着线呢，我不在讲台这儿弄，在哪儿弄？谁能证明？对呀，你们谁能证明他？这个是你们花了大力气找来的队友，还不拿手电筒过来救救他？可是段启言的成绩比大部分人都好，他偷看答案干什么？对啊，听到没听到？我偷看答案干什么呀？你天天在外边打球啊，现在什么学习状态你不更清楚啊？你不偷看答案，你成绩能这么好？段启言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 U 盘吗？啊。你拷贝文件的时候，这个门是好的吗？是，这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是12点半左右在这拷贝东西，2分钟我就完事儿了。哎，细节越多，嫌疑就越大。你不会是自己故意记的时间吧？矿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找茬是吧？这不闹事儿吗？这个门是什么时候发现坏的？又是谁发现的？我发现的。我刚吃完中午饭，大概12点50，然后我进来的时候门就开了。哎，我拷贝完文件，我就去食堂打包了个鸡肉汉堡，准备带回教室吃。你和我们俩前后脚回的教室，怎么可能是我干的？我一直在教室里睡觉，中间也没有人进来，只有你。你一直在教室睡觉？对啊。这样的话，那证人就很有限了。你的证词十分重要，一定要谨慎发言。大丈夫敢做敢当，这事我要做了，我肯定承认，但我确实没做。你俩少在这给我造谣。说谁造谣？说谁造谣了？说你俩我们俩怎么造谣了？刚没完，我人家。你干嘛呢？等我呢！柜子谁开的？老师啊，他开的。同学，你东西掉了。哦，不是我的。这锁要真是我撬的，我就把卷子拿出来，我砸你头上，让你考一次年级第一。砸！还敢砸！王老师，段启言是无辜的。我看过他 U 盘里文件夹移动的时间了，就是12点37分，没错。这能证明什么呀？他可以一边考东西一边偷看答案啊！再说了，矿总都已经看见了呀。我们来假设一下吧，如果大家是段启言的话，你们会选择先偷看题，还是先拷贝文件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趁着没人，先看完答案。这样的话，我还能用拷贝文件来掩盖。段启言的 U 盘里现在是有文件的，如果他真的是作案人，就说明他已经从容地完成了偷看题目还有拷贝文件这一掩盖动作。但现在的作案现场看起来十分混乱，这说明作案人是慌慌张张逃走的，段启言不是作案人。不可能，你那一段分析只不过是假设罢了。矿坑同学，
我记得你说过，中午午休的时候，只有段启言一个人回来过，对吗？对，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，作案人不是段启言的话，就是你邝耿了。血口喷人！我当时正睡觉呢，可能中间有别人进来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回形针从你的裤兜里掉出来，我捡上来给你，但你却不承认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你的东西，你却不承认呢？我们再做一个假设，邝耿同学在今天中午之前就密谋着用回形针撬开门锁偷看答案。你终于等到中午午休，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，你等到了作案的机会。但偏偏这个时候，段启言回来了。所以邝耿同学只能装睡，等到段启言离开之后，你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回形针，撬开锁，开始偷看答案。中途，你听到同学们朝教室走来的声音，你才慌慌张张地放回试卷答案。不过最后结果怎么样，听天由命吧。都没来得及清理现场，就仓促地逃走了。又是假设，你怎么这么能编呀？我警告你啊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你也谨慎发言。左心划痕呈左深右浅的斜向纹路，说明作案者是个左撇子。而这个教室里，只有邝耿同学是左撇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大家可以看看书桌上书本、水杯摆放的位置，大家都摆在右边，只有邝耿一个人摆在了左边。而又因为我们需要经常写字，所以大家会把手表戴在不经常用的手腕上。大家可以看看邝耿同学的手表，他是戴在右手边的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锁芯有一点点蓝色的痕迹，应该是回形针的镀层剥落。时间这么紧张，你应该也没有空处理回形针吧？所以我猜那枚撬锁的回形针还在你的裤兜里。王老师，